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大陆姑娘嫁到台湾农村后的真实感受。说起台湾农村，很多大陆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守旧贫穷，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听听这位大陆媳妇怎么说。要说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小云，那可真是个有意思的姑娘。她是江西农村出身，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遇到了台湾籍的老公阿明。阿明家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农村，祖辈都是种水果的。当初小云听说要嫁到台湾农村，心里还真有点犯嘀咕。哎呀，我当时心里那个忐忑啊。小云笑着告诉我，在大陆提起农村，第一印象不就是那种条件比较艰苦，思想比较保守的地方吗？我自己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深知那种不容易。结果我嫁过来以后真的是大开眼界。小云记得刚到台湾那会儿，公公婆婆开车来接她，从机场出来，一路上高速公路干净整洁，沿途风景优美。开出高速后进入农村地区，小云却发现所谓的农村竟然是整齐的社区，道路宽敞平坦，家家户户独栋小洋房，门前还种着花草，完全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我当时就震惊了，这也叫农村，简直比我老家县城还要好啊。小云回忆道，到了家门口，我更是傻眼了。公婆家是一栋2层的独栋别墅，前院后院都有花园，车库里停着2辆车。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差不多这个标准，还有的比这更豪华呢。进到屋内，设施更是一应俱全，中央空调，全屋智能家居，先进的厨房电器，甚至地下室还有健身房和储藏室。婆婆看出了小云的惊讶，笑着解释道，我们台湾农村也跟着时代在进步啊，现在谁还住那种旧房子呢？小云告诉我，她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台湾农村的生活方式会很原始，结果发现人家的农业现代化程度超乎想象。阿明家是种水果的，有几十亩果园。小云原以为会看到农民弯着腰挥着锄头的场景，结果第二天跟着公公去果园，看到的却是现代化的农业设备，自动灌溉系统、物联网监测设备、专业的农药喷洒机器，甚至还有无人机定期巡查果园。天啊，我公公操作起这些高科技设备比我还溜。小云笑着说，他们种植全程有专业的农业顾问指导，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采收标准都是科学化管理。平时公公还会在 iPad 上记录每天的工作情况，和其他果农交流经验。这能叫守旧吗？简直比大城市里的白领还时髦。更让小云意外的是，台湾农民的市场意识和品牌意识非常强。他公公经营的水果不仅有自己的品牌和精美包装，还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到日本、香港等地，年收入相当可观。我婆婆告诉我，他们家光是卖水果，一年收入就有几十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也是10几万呢。这还不算他们参与的农业合作社分红和其他投资收益。小云说，比起大陆很多地方的农民靠打工为生的情况，台湾农民真的是既是农民又是老板。生活方式上，台湾农村也颠覆了小云的想象。她原以为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结果发现公婆每天早上会去附近的公园晨练，隔三差五和邻居一起去社区活动中心打太极或跳广场舞。农忙时专心农事，农闲时则经常组织旅行，岛内游、出国游都很平常。我记得刚来那会儿，我婆婆问我想不想去日本玩几天，我当时还以为是特地为了招待我才去的，结果后来才知道，他们每年都会出国旅游2、3次。这哪里是我印象中的农村生活啊？台湾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很丰富。小云所在的乡镇有图书馆、文化中心、电影院，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每逢节假日，乡里还会组织庙会、集市等传统活动，充满了人情味。最让我感动的是，这里的邻里关系特别好。小云说，虽然每家都住在独栋的房子里，但大家走动很频繁。谁家有事，邻居们都会来帮忙。我婆婆做了好吃的，也会给邻居送一些。这种熟人社会的温暖和我们大陆很多地方熟不拆、生不睬的邻里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小云还注意到，台湾农村的老人和孩子生活得特别幸福。老人有完善的养老体系，
平时可以参加各种老年活动。孩子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教育资源并不比城市差，学校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都很好，还有各种兴趣班和课外活动。我公公有一次感冒了，村里的卫生所医生直接上门来看，还带着便携设备给他做检查。医保报销也特别方便，基本不用操心。小云说，这里的基层医疗服务特别贴心，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39，小诊所39水平。台湾农村的环保意识也让小云刮目相看。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做得特别细致，每家每户都有专门的分类垃圾桶。农业生产讲究绿色环保，化肥农药的使用非常克制，有机农业很普及。我记得有一次，我随手把一个塑料袋扔进了普通垃圾桶，婆婆赶紧制止了我，然后耐心地教我怎么正确分类。小云笑着说，刚开始我还觉得麻烦，后来慢慢习惯了，反而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也让小云感到惊讶，道路、供水、供电、网络都很发达，一点不比城市差。尤其是互联网，农村地区的网速很快，公婆用手机支付、网购、刷视频都很熟练。我公公还是个网红呢，小云骄傲地说。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种水果的经验和日常生活，粉丝还不少呢。有时候会接一些农产品的推广，也能赚点外快。当然，小云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台湾农村都这么发达。台湾也有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村条件相对落后一些，但总体而言，台湾农村的现代化程度、生活质量和农民收入水平都远超他之前的想象。我现在特别庆幸自己跨出了那一步，小云感叹道。如果当初因为对台湾农村的偏见而错过了阿明，那真的是人生一大遗憾啊。现在我每次和大陆的亲友视频聊天，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说我嫁得好，简直是咸鱼翻身了。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咸鱼翻身，而是我的眼界被打开了。小云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台湾农村和大陆很多人印象中的农村有着天壤之别。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首先，历史背景不同。台湾战后经济发展较早，60、70年代就开始了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补贴政策一直很完善。而大陆的农村现代化起步相对较晚，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比较突出。我公公告诉我，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台湾就实施了375减租耕者有其田等政策，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小云说，后来又有农地重划，把零散的小块农地整合成大片可以机械化耕作的地块，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其次，产业结构不同，台湾农业很早就实现了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高附加值化。农民不仅是生产者，还是经营者。很多台湾农民组建合作社，抱团发展，共享资源和市场。我们村里的果农几乎都加入了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品牌销售，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收益。小云解释道。而且台湾农业很注重产品的深加工和文创开发，比如我公公种的水果，除了鲜销，还会做成果干、果酱、果酒等，甚至开发了一些文创产品，增加了很多附加值。第三，土地制度不同，台湾实行的是私有制，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有很强的责任感和归属感，愿意长期投入，精耕细作，而且地块相对集中，便于规模化经营。我公公的果园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他们对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感情，舍得投入。小云说，而且因为是自己的土地，他们愿意购置先进设备，改良土壤，升级品种，做长期投资。第四，城乡一体化程度不同。台湾面积小，城乡距离近，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很容易延伸到农村。而且台湾的交通非常便利，农村居民进城非常方便。我们村到县城只要20分钟车程，到台北坐高铁也就1个多小时。小云说，所以虽然住在农村，但随时可以享受城市的便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台湾人宁愿住在环境好的农村，也不愿挤在拥挤的城市里。第五，教育水平和观念不同。台湾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很多甚至是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的。
他们熟悉现代农业技术，善于学习新知识，眼界开阔，思想观念与时俱进。我公公婆婆都是高中毕业，按台湾那个年代来说，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我小叔子更厉害，农业大学毕业后回来接班，带来了很多新技术和新理念。小云骄傲地说，所以别看他们是农民，但思想一点都不守旧，反而很开放，很包容。农业政策的差异也是台湾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台湾农业政策稳定且支持力度大，对农产品有保护价格，还有完善的农业保险和灾害补偿机制，这让农民有安全感，敢于投资创新。我婆婆说，他们完全不担心种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或者赔钱。小云告诉我，因为政府有保价收购政策，底线有保障，而且遇到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有相应的补偿机制，这就让他们敢于规划长期发展，不用为短期风险提心吊胆。与此同时，台湾非常重视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台湾有很多农业研究机构与农民紧密合作，新技术、新品种能够迅速落地。农业推广站会定期举办培训，帮助农民掌握先进技术。我们这个乡镇就有个农业推广站，经常组织农民参观学习、技术交流。小云说，公公每个月都会去参加1-2次讲座或实地考察，不断学习新知识。他们还有个微信群，里面有农业专家，随时解答农民的疑问。这种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模式真的很先进。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多元化也是台湾农业成功的一大因素。除了传统市场，台湾农民还通过电商平台、社群营销、农夫市集等多种方式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收益。我公公的水果有1/3是通过网络直接卖给消费者的，顾客下单后直接从果园发货，新鲜又实惠。小云兴奋地说，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城市居民预付1季度或半年的钱，定期收到我们的水果，这样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消费者也吃到了放心的水果，双赢。宗族文化在台湾农村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是传统的延续，又随着时代在不断演变。台湾农村的宗族组织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增强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我们村有个林氏宗祠，定期举行祭祖活动。小云介绍道，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传统活动现在也与时俱进了。比如每年清明节，除了传统祭祖，宗族还会组织植树活动、文化讲座、青少年夏令营等，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结合起来，让年轻人也能感受到传统的魅力。农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的发展，也为台湾农村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收入来源。很多农户开发了观光果园、农家乐、民宿等项目，让城市人可以体验农村生活，同时为农民创造了额外收入。我们村里有几户做得特别好的，一年光是接待游客的收入就有上百万新台币。小云羡慕地说，我和阿明也准备开发一块地，做个小型的休闲农场，让游客可以体验采果、农事活动，还可以住宿、品尝农家菜。这样不仅增加收入，也让更多人了解农村，喜欢农村。在环境保护方面，台湾农村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由于岛内资源有限，台湾很早就开始重视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习惯。刚来的时候，我对垃圾分类这么细感到很不习惯。小云笑着说，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一般垃圾分得那么细，还有固定的时间点收运。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种方式其实很环保，也很有效率。厨余垃圾可以堆肥还田，可回收垃圾可以变废为宝，最后送去填埋的垃圾其实很少。农业生产本身也非常环保。台湾推广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已经有几十年历史，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远低于大陆很多地区。我公公的果园实行的是综合病虫害管理，尽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而是通过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方式控制病虫害。小云解释道，比如利用天敌昆虫来消灭害虫，使用粘虫板、幼虫灯等物理方法捕捉害虫。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而且使用量非常有限。这种环保农业不仅保护了环境，也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和价值。
台湾消费者愿意为安全、健康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又反过来鼓励农民采用更环保的生产方式。我们的水果虽然价格比普通水果贵一些，但从来不愁卖。小云自豪地说，消费者知道我们是用环保方式种植的，吃着放心，所以愿意多付一些钱。这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消费者的认可推动农民更环保，农民的环保实践又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社区营造也是台湾农村的一大特色。台湾有一套完整的社区营造理念和实践，通过居民参与，共同打造宜居有特色的社区环境。我们村几年前启动了一个美丽家园计划，所有村民都参与其中。小云兴奋地说，大家一起规划公共空间，美化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传承地方文化。比如我们村口那条小溪，以前杂草丛生，现在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生态公园，村民可以在那里散步休闲。村里的旧谷仓改造成了文化展示馆，展示传统农具和农耕文化。这些都是村民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项目。这种社区营造不仅改善了农村的硬件环境，也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农村更有活力，农民更有幸福感。我最喜欢的是每个月的社区活动日，全村人都会出来参与各种活动，有趣又热闹。小云笑着说，有时候是环境清洁日，大家一起打扫公共区域；有时候是文化活动日，会有表演展览；有时候是技能交流日，村民互相教授各种技能。这种活动让村里人的关系特别亲密，互帮互助蔚然成风。台湾农村的医疗保健服务也非常完善，虽然大型医院主要集中在城市，但农村的基层医疗机构覆盖面广，服务质量好，基本能满足居民的日常医疗需求。我们村就有一个卫生所，配备了全科医生和基本的医疗设备。小云说，有个问题让我特别感动，那就是他们特别注重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村里65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健康档案，卫生所会定期为他们体检，跟踪慢性病情况。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医生还会上门服务。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真的让人感到温暖。台湾农村的另一个优势是教育资源相对均衡，虽然顶尖的学校集中在城市，但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师资也有保障，不会因为地处农村而被忽视。我们村的小学虽然学生不多，但设施一点都不差。小云赞叹道，教室里有多媒体设备，操场上有各种运动设施，还有专门的美术室、音乐室、图书室。学校定期组织各种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最让我惊讶的是，这所小学居然还有外籍英语教师，让村里的孩子从小就能接触到地道的英语环境。此外，台湾农村的终身学习氛围也很浓厚，村里经常开设各种成人教育课程，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学习需求。我婆婆就在社区大学学习插花和摄影，每周都去上课，还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小云说，公公则喜欢参加农业专业课程，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让台湾农村的老年人保持着很强的活力和社会参与度。当然，台湾农村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年轻人外流、老龄化严重等。但与大陆很多农村相比，台湾农村的状况仍然相对乐观。确实有一些年轻人离开了农村，去城市工作和生活，小云承认道。但也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返乡青年越来越多。他们带回来新的理念和技术，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小云和阿明就是这样的返乡青年。阿明大学毕业后在台北工作了几年，后来决定回到家乡接手家族的果园。小云虽然是外来媳妇，但也很快适应并爱上了这里的生活。我们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生活在农村有什么不好。小云真诚地说，相反，我们觉得这里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舒适、有品质。空气好，环境美，人际关系和谐，工作也有成就感。我们这代年轻人对生活的追求不仅仅是金钱，更看重生活的品质和意义。在农村，我们反而找到了城市里难以获得的宁静与满足。小云和阿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台湾农村的魅力与活力。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农村并不等同于落后，贫穷、守旧，农民也不一定是知识水平低。眼界狭窄的群体，在台湾，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一点都不比城市居民差。我现在特别想告诉那些对农村有偏见的朋友，不要轻易给农村下定义。小云语重心长地说，农村也可以很现代、很时尚、很有活力。农民也可以很有知识、很有眼界、很有梦想。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农村，怎么发展农村。小云的公公曾经对他说过一句话，农村不是用来逃离的地方，而是可以向往的地方。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小云，也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农村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和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田园生活，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这或许将为农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有个朋友最近也在考虑移居台湾农村。小云告诉我，她在大城市工作压力太大，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在乡间小住，自己种菜、养花，过一种慢生活。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做出类似的选择。作为一名婚恋咨询师，我见证了很多跨境婚姻的故事，其中不乏像小云这样嫁到台湾农村的大陆姑娘。她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跨越地域文化的差异去了解真实的情况，比起道听途说，想当然要重要得多。爱情需要勇气，也需要开放的心态。如果小云当初因为对台湾农村的刻板印象而拒绝了阿明，她就不会发现这个让她惊喜的新世界。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也需要跳出固有思维，用开放的心态去接纳新的可能性。我现在特别感谢当初那个勇敢的自己。小云微笑着说，正是因为敢于尝试，敢于改变，我才找到了现在这种充实而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也想对那些正在犹豫、彷徨的人说，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吧，你永远不知道等待你的会是怎样的惊喜。听完小云的故事，我想很多人对台湾农村的看法可能会有所改变。农村不一定意味着落后，农民也不一定是知识匮乏的群体。在适当的政策引导和居民共同努力下，农村完全可以成为宜居、有活力、充满希望的地方。希望小云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也希望两岸的农村都能走出各自的发展道路，让农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